5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行动党大会上正式宣布，将在明年交棒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并由其率领行动党出征下届大选。领导新加坡近20年的李显龙能否顺利进行权力交接，备受关注。另外，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升温，新加坡长期以来奉行的平衡外交策略受到空前挑战。黄循财将带领新加坡走向何处？来看报道。 I intend to hand over to DPM Lawrence before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李显龙在致辞中称，由于新冠疫情，自己未能如愿于70岁生日前交棒，但或许可以在行动党70岁生日前交棒。他还表示，对黄循财以及第4代领导人团队充满信心。交棒之后，自己将遵照黄循财的调遣，尽力帮助其和其团队赢得下届全国大选。 Lawrence has told me that he is ready. I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Lawrence and his team,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delay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致辞最后，李显龙在提及自己有幸在成年后一生为国服务时，一度哽咽说不出话，现场随即回以热烈掌声。It has been my great fortune. It has been my great fortune and honor to have served the country. 李显龙1952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作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1984年步入新加坡政坛，历任国防部政务部长、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贸工部长，先后兼任国防部第2部长、金融管理局主席和财政部长。1990年担任副总理，在2004年接任吴作栋，成为新加坡第3代领导人，并连任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主政近20年来，李显龙曾多次正式访华，两国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其中，在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新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多年来，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新“一带一路”合作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李显龙多次就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表态。今年4月，他在新加坡国会参加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表示，中国大陆将台湾视为最重要的课题，一个中国原则是北京最红的一道红线。今年10月，李显龙在亚洲前瞻峰会2023上呼吁各国不要把一个中国的问题看成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垒，为当时的中美紧张关系起到一定降温作用。其实新加坡的这个平衡的这种功力啊，也是非常可取的。那么尤其在这种所谓中美这种大国之间来讲，它的这种平衡的艺术啊，可以讲玩到淋漓尽致。李显龙这20年期间啊，到了后半期以后，李显龙总理啊，基本上是从偏向美国为主的，逐渐走向了一个比较中立，甚至有一点代表着东协，而且有一点倾向中国的这个角度。在这种微调的过程之中，其实新加坡是走得非常有艺术化啊，这一点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这种小国外交强势外交的一个代表作。根据新加坡宪法条例，下一次国会大选最迟将于2025年11月举行。外界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行动党将赢得大选。现年50岁的黄循财将有望成为新加坡首位出生在建国后的国家领导人。目前，行动党还未确定具体的交接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行动党在今年以来深陷多项政治丑闻。今年6月，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木根和外交部长维文因长租黑白屋豪宅引发争议。7月，交通部长易华仁因涉嫌贪腐和利益冲突被逮捕。紧随其后的是国会议长陈川仁和行动党议员钟丽慧因婚外情退党并辞去议席。外界有分析指出，执政党连爆丑闻已引发新加坡民众的担忧，因此下届大选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对此，黄循财曾表示，行动党或许赢得了1959年以来的每一场大选，但仍可能输掉下一次大选。
黄循财1972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中国海南。在新加坡本地完成基础教育后，他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1997年，在获得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经济学硕士后归国，进入新加坡贸工部任公务员，此后任职财政部、卫生部等多个部门。去年4月，黄循财正式获推举为第4代领导班子领军人物，之后迅速在政府和党内承担起更重的责任。同年6月升任副总理，11月再出任行动党副秘书长。一直以来，新加坡的财政部长几乎是本国最为重要的部长岗位。与李显龙同为财政部长出身的黄循财，因在新加坡抗疫中的表现而被百姓熟知。舆论普遍评价其性格稳重且亲和力较强，尤其具有经济学背景。在近年国际经济形势遭遇挑战的背景下，将更有希望带领新加坡走上经济快车道。也有观察指出，在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新加坡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平衡战略将越来越难以保持平衡。一方面，新加坡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张仪基地是美国东南亚重要的军事前哨；另一方面，2013年起，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则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新增投资来源国。财政部长出身的黄循财相对缺乏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上任后如何确立新加坡的外交战略，将是黄循财所领军的新加坡第4代领导团队所面对的重要课题。他是怎么样要在中美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是不是能够像以前李光耀先生、李显龙先生这么样的玩得顺风顺水？这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